天下午，我们离开岸边，大概是吃过冰以后不久。彼得说西边的云有一点厚，我看了一眼，觉得还能走。船不算大，也不是第一次坐，右边那块木板本来就有点松。约翰把渔网收到船尾，我把剩下的水摆在他脚边。他大概是真的累了，把外衣卷一卷，靠着船尾睡。我们还在谈早上的那些人，谁听懂了谁只是跟随。风是后来才转大的，先吹走一块盖雨的布，安德烈伸手去抓，没有抓住那块布，很快就看不清楚。接着浪从左边打进来，我们哪能找到的东西就水，一个木碗，一只波涛杯，还有人脱下鞋来找。他还在船上，我们却想他已经不在。每一个人都忙着救自己，没有人敢把这句话说出来。他还在船上，睡在我们认为最危险的地方。那天我们怕的也许不是沉下去，是他明明在这里，却好像不紧张。彼得叫我们把饭降下，雅各说绳子缠住了他的手。我记得有人喊了一声母亲，后来没有人承认是谁。最后是谁叫醒他的？这件事后来说法很多，有人说是彼得，有人说是我，其实大家都伸过手。我们问他难道不在乎吗？那声音比风浪还要难听，不想祷告也不想相信，只是快速的人在怪一个安静的人。他还在船上，我们却想他已经不在，忙着算还有多少桶水，离岸多远，谁比较会游回来。他还在船上，没有解释风为什么变大，只对着风说了很短的一句，还就像哭累的孩子慢慢不说话。他坐起来的时候咳了2声，头发和衣服也都湿了。他先看我们，再看海面，那个顺序我一直记得。安静以后，其实更叫人害怕。饭贴在锅杆上，水沿着一角落下，没有人欢呼，也没有人回答，只听见木船还在轻轻地响。那只波涛被飘到他脚旁，他弯下腰把它捡起来，然后问我们为什么害怕。我低着头没有看他，他还在船上，风浪里一直都在。我们记得他说过的比喻，却忘了相信不是把话背下来。他还在船上，没有保证还永远不变大，只是多年以后我才明白，平安不是没有风浪，是知道它在哪。很多年后我还记得那条船，记得右边松掉的木板，记得那块没有追回来的布，和雅各手印上的
的伤。后来再遇见风浪，我偶尔仍会先找身子再看看岸，只是也会回头看看春尾那个地方。风浪还没有停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在船上。